大门坐向与五行生肖密不可分。这个门本身来说是向南，属跟属有旺地的特性的主人。你一个生肖，我属牛啦，属牛向干热，所以 no 火燃烧万物产生土，在生肖里头属土的就是，所以有生到您的这个生肖。一间房子里面有2个灶，容易有小三，难道是安迪别有居心吗？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个煞气。人家是一个房有2个灶，还2个炉，这形同就是房中房的另类一个。这个炉都是我在使用。他不想参与。旧的炉就不用了，旧的也是炉啊。烂桃花不止1房2灶，左右皆可打开的蝴蝶门也是元凶之一。今天就要强调门的重要性。那阴雨绵绵的，我们大概要等多久啊？对啊，没过，其实。哎呀，我们晚辈等也是应该的嘛，因为毕竟詹大师，你看我都已经改口叫他詹大师了，詹大师迟到是很正常的、啊。詹大师，对，叫得出口。然后加上你也知道，就安迪哥也是我们的前辈啊，所以我只是觉得奇怪，我们明明就离门这么近，为什么一直进不去呢？而且我们不是已经约好了吗？为什么没有人？那我们就从这里进去好了，我们就先进去嘛。对啊。詹大师来了，詹大师，安迪哥，嗨，詹大师。委托人安迪家非常的大，1楼到4楼总面积加起来约莫有200平，而搬进来后，不仅运势好转，性情也大为转变，从一个大男人变成一个体贴老婆的新好男人。而安迪一家人平常都从车库进出，不走大门，明明就没做亏心事，为何不敢从大门进出呢？而一走进他家的院子，先看到的门是他家的后门，再往里面走才是他家真正的大门。究竟有大门可走却不走大门，对运势会有什么影响呢？不是，进出不是从那边。真的啊？来，注意！那个，等一下，冷静，这不是你家吗？是这样的吗？那为什么不能从这里进去？因为当初搬进来的时候，有人指点说不要从这里进出。谁？不方便透露。不是他啦，真的不是他。可是，所以你们家的门其实是这里，但是因为老师说不能从这里走，所以那你们怎么进去啊？车库。哦，就从旁边车库。车库进出，我们之前不是有拍过人家车库进出吗？对啊，车库进出好像有一些禁忌要注意耶。可是很多，比如说美国人的家，或是很多套地主都是从车库进出。对啊，一个家有2个门。刚好。名字好了。不会差那个。我们想说，你们家这边真的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对啊，要从车库进出，是否我们要来看一下？真的。以前我住美国的时候都是从车库进出啊。哦，你有留美哦。留美吗？留英美。还是留美浓。对，看不太出来。对，因为美国房子一定都是从车库，因为方便啊，车子走出来就进去了。那这大门等于就是有一个门，可是完全没在用。他只是负责有一个电铃让人家按而已的。哦，然后你们还是会从这里出来吓你们的那个客人，我说嘿，你家。好的，所以这个门已经都没在用了，那我们就赶快从我们的那个。好，你看车库在哪边？哇，很大栋嘞哦！啊，3个汤哦，整间都是你的啦哈。哦。哇。哦，所以你们平常就是停完车就从这边进出，对不对？对啊，这样不是很方便吗？对，的确很方便。老师，其实这样也算是1楼吧？这算是1楼，但是这就是一个车库的门。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这个智慧，就是居家的门暗藏什么玄机？风水最重要就是门主灶、总门、院门、车库门、房门、侧门、灶门，一次讲清楚。简称就是门 door D O O R 门加 S doors， 有很多个门。什么样是门带来灾难的预兆？如何从门里面找到开财运的方法？就看这一集。安迪家错综复杂的门，搞得我们晕头转向。风水里的3要素：门、主、灶，最重要的就是门。
大门的好坏关系全家人的出外运势。到底这么多的门，要怎么分辨是好还是坏呢？停车场很多人家里都是从停车场才发现，他们家也是。对呀、而且像这里是1楼，问题是他们大门那边就等于上去又变成2楼了。那我们到底要怎么算啊？我还有一个门哦，对，还有一个门哈。还有然后上面还有2个对啊门，，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门里面还有一个门吗？还有啊，庭院里面还有一个总门，就是大门，还有一个后门。居家的风水的大门不是以你进出为主，是以你摆设的家具为主。如果哪边摆沙发、大沙发，那代表那是属于我们所说的客厅的堂门。真正能够决定家里面的家运，就是以大堂、客厅的门为主。可是他这个门都没在用啊。不用不代表它不好。所以这个无所谓，它整个开的方向或者是无所谓的。其实不像客厅门影响这么大。所以简单的来说，这2个门对他们全家人的运势都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只有他车子而已吗？如果客厅的门很好的话，当然比较高刚一点，当然往那边进出代表一个运势的好坏。而这个门如果门型不好，前后有煞的话，也尽量少接触、少出入为原则。但风水阳才一个大原则，为了方便而带来更多运势的不便。哎，安迪哥，我可以大概问一下，他当初那位风水师跟你讲那个门不能用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意思是那边应该是有路煞的，直接正冲我们那个刚刚爬楼梯那个门。对，它是刚好一个斜坡上来，然后就刚好有另外一个斜到你家的意思。对，那他们认为说这个门如果不用，它就不代表一个门，就没有所谓的路冲。对，那你那位大师又达到他的那个有形就有煞，看他怎么解释。不，我们容易顾左失右、顾前失后、顾小失大。院门的影响只有1/10或1/20，而真正客厅的堂门才是影响家运的主轴，他却把前后大小轻重忽略了。家人的出外运势主要是以大门为主，院子门为辅，所以院子门正对路冲，影响比较没那么大。而又因为车库暗淡无光，所以老师建议安迪从客厅门出入会比较好。而客厅门就是你家的大门，到底大门的风水禁忌有哪些？还有开口要朝哪一个方向，有助于提升运势呢？哇，照理讲，这才是这个房子的真正真的好大哦！哇，这客厅也太大了吧？因为我们这一间有放了主座位，也就是主人要招待宾客的一个空间，我们称它为堂，对，这是客厅的意思。但是呢，这个门的学问太重要了。你看看，这么好的门不走，好却走下面的怪门，门的好坏决定一个家里的运势好坏。你们家这个门，你看这么坚固，这么牢靠，对，这么有型。如果门栓知道吧？有脱落、有松动的。对，在风水里头认为家人互动其实是有动摇的。很多的门板会有掉漆、脱漆等等的，或断裂的，都代表居家的人。哪一个门代表这个人的运势，代表他的受伤、血光，甚至于我说的不必要的一些车祸之类的。所以如果是家里的大门，就是整个家运哦。以男的大主人为主。如果这个房间是卧室的话，就以住在这卧室人为主。坐北朝南哇，皇帝的坐向。对啊，皇帝坐向。现代人都陷入坐向的迷失，我还是坚持一点，坐向放一边，格局放中间。那你刚刚怎么看啊？但是不能不参考。你想什么？我都看完，然后在跟大家开心，然后就说干嘛？有坐向的迷失。因为有传统迷失跟主流的迷失，因为主流趋势，现在的房子不是独门独院，也不是属于前面都没有门、没有住户的。以前是我独门独院，前面关系到风向，对，向东紫气东来，贵气；向南熏气南来，热络冬暖夏凉。向东南也是属于一个非常好的旺气。现在的房子都是门前大厦林立，风向变化莫测，所以已经没有关系，比较没有那样的一个危机了，以格局为主。好，你看这个门本身来说是向南，南方的火，以这个客厅的主人为主，火代表马跟蛇，所以属马跟属蛇有望这个客厅的主人。您的生肖能不能微笑一下？什么意思啦？我属牛啦，属牛相干的，所以 no 没有帮到。
这是火象的南方，火燃烧万物。听到他先要掰哦，先要掰。不是，我这个是经得起考验的哈。不是因为他态度那么冷漠，我这样讲的好话哈。南方的火，火燃烧万物产生土，在生肖里头属土的就是牛、龙、羊、狗。大哥，您的生肖是牛啦，牛，所以有生到您的这个生肖。有，对，所以其次，如果真的啦，真的那个，你刚刚讲的4个生肖，讲风水还是演起来了。我看你看，不是因为那个10几年没见面了，老朋友要讲得更仔细一点。如果这个门是向北的话，当然寒风收收，也不要开太大的门。北方的水相生，如果这个客厅男女主人的话，以这个属猪跟属老鼠是加分的。水生木。当然，这个客厅的主人的生肖如果是属老虎跟属兔，也是属于相生的作用。其次，如果这个门是向西边的话，也不是一日归西，也不是夕阳西下，千万不要乱想，好不好？现在是一路向西。哦，真的吗？最红3D 的，你不是有在看？比较没有时尚的概念，落后主流已经很久了。西方的金当然会旺到属猴跟属鸡。金水相生，如果坐向大门是向西方的话，对于这个金水相生的猪跟老鼠也是有加分。最后我们忽然忘了讲一个，如果是向东的话，东方的木绝对会旺到我们所说这个客厅主人，如果像老虎或兔，叫做木木相生，木会燃烧产生火，木火相生。那么这个主人如果是像这个东方的木的话呢，它是生肖属蛇或属马，也是加分的。以这几个为主。生肖属虎、兔，大门适合开在东方；属蛇、马适合开在南方；属猴、鸡适合开在西方；属猪、鼠适合开在北方。另外，这些生肖对应五行相生，也可以把大门开在以上方位。例如，生肖属龙、羊、狗、牛，就适合把大门开在南方。我们看到这个汤，这是什么听鸟汤？叫钟明堂。钟明堂这边呢，那我们的那个放了非常多的乱摆一通。招财宝物没摆好，放再多也没用。超另类房中房，安迪深陷桃花危机。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个煞气。人家是一个房有2个灶，还2个炉，这形同就是房中房的另类的一个。这个炉都是我在使用。你看，他不想拆，旧的炉就不用了，旧的炉也不用啊。我们看到这个汤，这是什么听鸟汤？叫钟明堂。钟明堂这边呢，那我们的那个放了非常多的乱摆一通。用到乱摆。乱摆一通，这么多的财寿生财的器具，身为他的晚辈跟老朋友，心痛不已。其实说实在话，他如果这个门都没在用，他摆这边有用。对啊，自我欺骗，自我安慰。这边是龙边，龙边不属于财边，也不是属于财位。你这么信仰，可是摆错地方，空有武功，却没有一个发挥的空间。所以这些招财的神兽都应该是要放在财位的位置。今天是好日子，我看过了。譬如说这个弥勒佛，对不对？除了要粘上真钞以外，要把它放在我们所说的。再请它底下有放那个哎呦，我一起带过去好不好？好，一起带过去。那放这个是原因是什么？因为这边不是财位。不是啊，放这个了。它就是也是一种祈求这个暗财。但放真钞比较好看。真钞更好，好不好？那这边我财位角度来看的话，它有财位哎。对。哇，好大财位哦。这边属于财位，当然放更高也可以。这边属于真正放对的位置，叫做财神落财香。这边就属于角落，对呀，这里是一个聚财的财位，无门无窗无孔无洞，是属于一个藏风纳气，有财庙却没有财神，空遗恨。我从来
从来对这种东西我是没有感觉，是都是我老婆摆的。哦，你看二姐厉害哦。貔貅不是要那个咬钱进来吗？是要向外咬，对不对？你向墙壁咬，哦，你放太正了，要斜门外，对不对？你能不能把它放到那个正前方来？来，请跟我来一下哈。哎，帮我拿一个，各拿一次。我可以吗？我说可以就可以，好不好？这边啊，向着大门，跟着老师走，钱财自然有，好不好？那老师，那这样没有秒就干掉了。没有，有点渴哦，有点渴嘛。你是神兽吗？我想说，如果安迪刚才叫我去外面咬钱，我也会帮忙的。来，你丢啊，嘿呀。然后还有呢？那么这边对这边对好，然后再过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聚宝盆，对。这个就是白天跟晚上放的位置不一样，有调整的空间，好不好？当然还是以门前门后作为一个安排，舀钱进来，晚上不要吐钱，再转回去。对，这就拿开了。安迪跟老师讲，如果你看这样是不是觉得进门见财，财神坐实？需要这样吗？啊。打击哦！这暮鼓晨钟有没有哈？有时候配点这种的开运的锣声跟铃声都是加分的。把所有东西移去那里之后就可以了吗？可以吗？这样子，阿尔姐会不开心吗？应该不会吧？不会哈。招财宝物不是集中起来放在玄关就有用，代表财神的弥勒佛一放在明财位，具有纳财守财的效用。而貔貅和咬钱蟾蜍要朝向大门，但要注意的是，咬钱蟾蜍晚上要反过来朝向屋内，象征把钱财带回家中。怎么起来了？哇，安迪哥，不好意思，接下来如果冒犯得罪的地方，你就不要太介意哦，因为我们开始要讲一些真的难听的话了。不是，真的听到吗？也没有啦，你家客厅好大哦，又好宽广耶。真的凉凉舒舒的还蛮多的，但是重点这一个最基本的，安迪哥怎么会犯这种错呢？看一看。这里有什么不对吗？你有常坐在那边看电视吗？不多就是。对呀，因为你坐不住啊。坐不住可能也是因为阿尔姐这张看起来有点不爽，然后就觉得可以跨等级。这个后面就是无靠啦，老师。对，都是那个。我一直坚持就是主座位摆得好，有依靠，那么男主人会常回家，那么就会比较眷恋家里面，比较能够常常有这个归心似箭的感觉。这个座位的背后是窗子。不但坐不久，不喜欢回家，当然也是工作的关系，也可能在外地有犯小人的危机。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说后面这边如果有靠的话，男主人常回家，但如果他是单身的话，是别人男主人会回他家。单身的话，对不对？女生单身的话啊，代表招募男主人机会很大，代表有男人可以依靠，也会来追求他的意思。哦，了解。所以这个适合单身跟结婚的都适合，对。哦。所以如果把这个座位移过去的话，后有靠，前有门，有远景，对你的事业财富是无可限量的加分。你是说这整个反过来？整个反过来。凊彩讲啊，你这规个独啊是踮咧拼的呢。独啊，叫我规个能拆掉啊这边。不是独啊，那也不对啊，因为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后面是窗，会光线会让你不舒服嘛。会觉得有点刺眼。对啊。我们这样讲，整个都要弄爱扛掉。向宅如向人呐，就是尽可能的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哈。也只能说这边有个墙，对不对哈？以这面作为依靠，主座位。主座位在这个地方。然后斜眼看电视。不是啊，主座位放这里，对不对哈？主座位放这里，这边放附属的座位。那边是一个空缺，对不对哈？对。放一个电视。或延伸过来都可以哦，或是再做一个类似的延伸的柜子或 TV 柜之类的哦。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前有门后有靠，比之前呢好很多。因为确实你现在坐在这看电视应该很不安稳。
对，坐不住，有时候整个车开窗，风从后脑勺这样吹也怪，坐不久。而且你回头应该看到那一排都在看你家电视。好像哈，大家经济都不错，都有。但是的确，我因为这样子，其实电视也是会反光啊。如果白天来讲的话，好像老师这样讲，坐这个位置看，好像还没有大户人家的气派感。风水有关系，进行到了第6季，座位后有窗的案例已经超过50%。既然发现了问题，就要帮委托人解决。而詹老师建议安迪把沙发移到侧面靠墙的位置，不仅增加安全感，增加靠山，也避免犯小人。而解决完客厅的问题，接下来一行人将来到餐厅。各位观众很明显就可以发现，大门一开就会看到餐桌，属于大漏财的征兆。而一般人会用屏风遮挡，但这面积太大，该怎么办呢？餐厅嘛，对不对？那这样讲起来的话，所以我懂了，对不对？我快请进去。安迪哥，喂，干嘛凶宅啊？怪贵啊！那我们就是，哎，不忍心啊！你这么漂亮的门，客厅那么大，结果你看那门一开进来，你看到什么？看到你们。我看到没有啦，平常我们不在的时候，对，有问题吗？你的钱呢会被亲戚朋友可能借光光、用光光，有去无回。会这样啊？我感觉安迪哥很海派哦。对亲戚朋友勇于付出，自己也都不计较。是啊，安迪哥，对不对？只有他只要一有能力哦，人家开口他都尽量付出，是属于这种人。而且这种人就是有福报啊，就大气啊。水亏啊！大气点，你叫3点半嘛，不是管大气。我永远都觉得这种人就是有福报啊。就是他很大方，可是有时候老实说，如果身为他的老婆妻子的话，会在内心很纠结，说啊，我老公这么大方，然后钱都借出去，然后可能又要不回来，会替他感到很难过，然后会舍不得，辛苦工作赚钱却一直给别人花。那个你办了这很久吗？2年了吧。听我们刚才好像有耳闻你们搬了12次家，搬了10几次家，对不对？搬来搬去，这个第13次吧？啊？为什么？为什么你常常？不知道哎，好像是命中注定的吧？命中注定不是我爱你吗？命中注定，对，为什么命中注定要搬家？搬家都有很特别的原因呢，很怪。那现在搬到这边来，有觉得运势比较好吗？就是有比较好啊，有比较好一点啊。那借钱这部分呢？有去无回啊？还是一样？啊，老师怎么办？我觉得这应该个性也有关系吧。个性决定命，习惯决定运。有时候格局的摆设在反射你的心性跟态度。会不会太长？不会，还可以，我们可以看是你有史以来听我最讲最清楚的。但是我听的还是蛮模糊的。就是其实你的思考想法会影响到你的摆设。对，风水不是因为这样摆而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不好的事情发生才选择这样的摆设。这时候我们讲到阿华田，真的就迷糊了。就是说，不是因为你出代价，你肯，是因为要出代价，你肯。你快要出事，你运气正在不好，你就会自己莫名其妙去酝酿了一个这样很奇怪的摆设，然后就招来可能厄运什么的。就是这样的摆设会影响到整个亏就对了。那他现在这边该怎么办？很简单，花一点小钱哈，花个3、5万、2、3万就化解了。有去这里要再花。这里记得，这里做个木板，这里做佛桌哦，叫做进堂见神。古代的三合院进门看到神。那如果是那个妈妈，都一样，整套的可以，整套的可以啊。真的。然后这边隔完之后哈，延伸过来，因为这个厨房好像没有门的样子，这边延伸过来，这里开一个厨房的门，厨房门打开，就步步高升。哎，哦，这样行，那么是不是灶跟扇同堂一起？这边是属于一个活动的空间，这是属于走道。对，它如果这里再做一个隔板，这整块是方正的客厅，冷气也不会外溢。对，那么格局又方正，代表男主人方方正正、脚踏实地再回来。
这边是不是开个门，对不对？对，这里走过来。所以你是说隔完之后男主人才会方方正正脚踏实地吗？本来不是，现在是比较圆圆融融。就是等一下，不要，你现在叫我隔间，这里隔那里隔。对，我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你知道，一直问到啊，加10年前，一个行，哎，打掉。哎，这门你要回家。我你出钱哦，哎，叫我这里开个门，那里用水泥封掉。对，啊，你现在叫我这样，你要公务要加当子哦。那次因为他没有隔，所以他们亲子关系口舌是非不断，也是争执蛮多的啊。所以这次的工程你大概要出多少钱？不是，我也帮他规划，其实这个东西用木板就可以了，不要用水泥。所以佛堂现在变木板了，不是背后是木板，那佛堂归佛堂。是讲真的，如果说花一点钱，然后绝对加分。人家你要想，你的客人一走进来就看到哇神桌佛堂什么的，我跟你讲，完全本来想跟你开口不敢开口，完全就不开口。而且这边正好是这个居家的。我们说的叫做血眼，也就是黄泉位，正中心，佛居中，不得了的好啊！而且我们都有那种迷思，就是觉得说哇，这样子开放式空间最好了。其实反而这样子就是容易漏财。对，其实你多一点，多那一道门，多那一扇门，隐藏起来，大家看不到你的钱财。财不露白，人家也不会来跟你借。进门见善，一家的伙食都被亲朋好友砍光光，导致钱财守不住。已把餐厅隔起来，使其方正，也同时化解漏财危机。是啊，有问题。经忍不住了，我很想问，因为我的厨房里面啊，也有多了另外一个房，那就跟我讲说，像房中房，我老公会娶小老婆。这代金要丢哦，快点！娶小老婆。真的耶！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个煞气。一房2炉2灶，豪华烂上加烂。安迪夫妇竟亲手将儿女赶出家门。这2个的房间共用了一个厕所，形成了财去不留、人走不回的一种回风煞。好准哦！本来我女儿睡这个房间，工作室在这里好好的，去外面租了一个工作室，然后你现在也都住在工作室。那我儿子现在上来睡楼上的话，不是好好珍惜跟儿子。真的耶！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个煞气。不是房中房的问题啊！而且我看我们先从后面走了。走。真的，我们不能录了。哎呀，不是房中房的问题，是因为这个灶。对呀，而且2个灶就是两个人爱住啊，灶啊，真的，就跟。对呀，大房小房意思一样。没拿雨伞，是不是？雨伞拿。他写信改。是说2个灶是不好。老师，你奶奶丢给干嘛灶？我解释一下，没有人会故意这么做的。对呀。当时这个房子是2间，是2户。你把它打透。我们把它弄成1户。那其实它的埋的管线就是设计就是有2个厨房。他把它拉在一起。他说这里是轻食的，然后这里的是那个快炒区。对啊，听不出来吗？这里是轻食，外面是快炒区。而且你还开心，还这里是野食的，哎呦，天哪！而且还是快炒区。对啊，热炒、快炒，有吗？这边有吗？你先上这边是菲律宾区，那这边是台湾区。被拦住了。对啊，所以阿娥姐你是比较走轻食路线，是不是？那你要赶快跟我讲，我把这个会老嘛，我开去还肉啊那边那。一个房子里面最好只能留有1口灶，否则像安迪家这样1房2灶，轻则母女反目，重则外遇烂桃花。到底要用什么方法化解呢？
我们居家风水灶代表女主人的地位。的一宅就是一灶一炉为原则。如果一个灶厨房里面有2个炉，代表我们说的这个婆媳失和、姐妹失和、母女失和，这是一个灶里面有2个炉子。你们家不得了啊！你们家是一个房有2个灶，还2个炉。这形同就是房中房的另类的一种烂桃花。那不然把这个炉拆掉。你先了解它的煞气，对，知道它的严重性，再做一个取舍。那很多人说的青石区，我看过还不少的豪宅，青石区是以没有见火的微波炉为辅，有看到火的这种的为主炉，那么还不至于冲突。电磁炉也算，它不见火都还好。所以老师，如果这边我把那个炉拔掉，就不要用了。2种方法来解决，一种就直接拆掉，拆掉。那第2种，古代他们有新炉跟旧炉，他们会有一个封炉的仪式，然后再做一个祭拜。然后贴封条来化解，也有一此说法。祭拜啊，对。你意思说可以不要搬走，然后只是把它封起来而已？当然了，这个。安迪哥不喜欢这个想法吗？就一直咳嗽。就我们意思是说封它就2个。那你像安迪应该是喜欢吃热炒吧？快炒，快炒。因为这个炉都是我在使用。所以他不想拆。旧的炉就不用了，旧炉也是炉啊。新炉旧炉，你不要喜新厌旧啊，旧炉很重要啊。因为我有去学煮意大利面，一定要用那个快速炉。哇塞！睁眼说瞎话，这个明明就是煮海鲜的。在这边都煮意大利面。今天是今天是意大利面，一定要用这个炉。对，当然我靠那个呀。哦，不行，那个火太小。那你可能就要封掉外面那个。对，外面的做青石，里面做火炉。它这个如果变成那种电磁的，对，可以，但不见火为原则。否则家里面很多人有瓦斯炉、微波炉、电磁炉，那不就等于一灶见3炉吗？以火为主。要不就是这个都不要用了。这边就可以改成那个电磁炉啊，电磁炉可以，然后那个火的还是留着，因为安迪哥觉得那个火比较大。对啊，那个才。而且灶有灶神，灶神他本身每一年在清晨的时候会到天上跟玉皇大帝报告这家里面的和乐与否。你一次摆2个灶神，怪怪的。那你以后我用那边，你这里不能偷用哦。安迪夫妇很关心家里的风水，但烂桃花不止1房2灶这一桩，待会儿还有更多的小三煞气等着你们去克服。而1房2灶化解的方法，只有将其中1个灶拆掉。看来今天要改的项目得花大钱去大兴土木一番。而接下来将来到楼上的卧房。哇，你看还有这个蓝色的灯，真的耶，太浪漫了吧！蓝光哦 ，DVD 的。那个 LED 灯的那个楼梯真漂亮。这个就是所谓的蝴蝶门。蝴蝶门猛紧张，教你如何轻松化解。所谓的蝴蝶门。蝴蝶，我们大家知道蝴蝶门。Butterfly。蝴蝶门在旧时期就是所谓的，我们说这个招蜂引蝶，招蜂引蝶有此一说。所以蝴蝶门是2片门等大的，我们称为蝴蝶门。但一旦中国的门很多2片的，对啊，按人工尺来量，它的长高宽，如果是级数的话，就不在此限。哦，那赶快量一下。所以只要是红字的话，就这蝴蝶门是 OK 的。主卧室对不对？就看这个有没有什么清炒热炒的哈。所以即使是蝴蝶门，是级数就可以。对，这叫做财字。哦。钱财会来，好啊，是哦，对，有，要以这个不是以门的大小，是以内围来量，内围就对，门框不用算，对，来力的啊，这个就是我说的，也是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宝库，哇塞，里面就是一个大的保险箱，对，就是一个聚财的一个好的门。
所以这蝴蝶门就被破掉了。哦，有法必有破。所以如果你的蝴蝶门不是刚好遇到黑字的话，就完全不行。如果是遇到什么离乡啦，死别啦，像这种以上牌文公子的上牌为主，印灵啦、口舌啦、摘字的话，那种就是雪上加霜的蝴蝶门。那他们要怎么办？直接踏掉吗？不是啊，这种门我们家小房门也有遇到过。有的人是以这个门槛加高低的调整，来改变它的整个上下尺寸。如果这里不能加的情况之下，也有人在门的外围加上一个板子，以不要低于人的高低为原则，都做一个修饰。对，因为门的口以这个口的尺寸来决定它的吉凶，而不是以这片门来决定。那如果是它这一个不出问题，它也没办法这样加啊。这个左右对不对？对啊。左右窗为什么不可以？可以呀，你这里加一片也不影响你关门呐。因为当然可以呀，绝对可以呀，像有的人这里会包一个半圆形的都有可能啊，都是一个修饰。所以我们这个门不用拆掉，千万不用拆掉，好酷哎！请问那2道呢？我为了因为门对门啊，所以我就放这个啊，没有用。这问题学问大了。这3个门，这是父母的门对不对？父母的房间对不对？大吃小。对。所以父母的房间的门一定要比小孩大。就算是门对门门冲，才能够管得住。所以这是小孩的房间，这2个都是女儿的房间。那么这个门对门的问题就化解了。其次，这个楼梯面对这个门，这个门出去是步步高升。哇！如果这个门，可是它明明这里有下来一格哎，应该说开低走高。你好会讲话！你在讲，你没有在听吗？你现在开低走高，你都讲得出来，真的我是就事论事啊。所以大家为了要开低走高，我们都可以先做一格下楼梯，然后再上去。所以他讲的也许有道理。我女儿先参加比赛，她先崭露头角。对。但是我儿子他一直就是蛮低潮的，忽然间今年要出唱片了。那已经开始走高了。对，慢慢一定要步步高升。你看，步步高升。那你说那个步步高升，如果下这边出来，对，如果是开这里的话，抱歉，如果这里开个门的话，对，假设这个房间的门开这里的话，对，那出去是开低走低，钱财一路下滑，每况愈下，前途一片堪忧。有这种状况的两种化解，中间的空间大，可以做隔板，那么叫做曲折有情，可以化解这个气场下滑。如果这个楼梯很接近这个门的话，在门内、房间内的门内的门前做一个隔板，那你怎么出得来吗？气，如果里面空间大的话，做一个转盘，那么这整个的气不会一直下拉下去。今天给2位主持人考试一下啊，这是儿女的房间，这弟弟的房间，阿姨跟女儿的房间是。阿姨本来是我妹妹住的，对，本来是的。他们已经很专业了，他们发现煞气很厉害啊。我们瞄一下。这个房间如果里面呢有任何的煞气的话，也会影响到家人的运势。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这里面问题大了，非常可怕，非常可怕的煞气。真的。怎么吗？还好啊。对啊。你看看。蛮漂亮的。蛮漂亮的。好大。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尤其他那个女士。我刚刚对。我刚刚明明是要走他那个门上。等一下。这不是真的。没错啊。那个声音，我到底在哪里？好好玩哦！我最喜欢在草房里玩，好玩，好玩的，到底怎么了？就是里面可以通啊。对啊，鬼风煞，鬼风煞。这2个的房间共用了一个厕所，而厕所开了2个门，形成了非常可怕的财去不留，人走不回的一种鬼风煞。所以住在这个房间，怎么说？因为本来我女儿睡这个房间，我妹妹睡这个房间，那就是最近才把弟弟换到楼上来，就是因为我妹妹就
过年回去看妈妈就不回来了，就睡在妈妈家，就没有回来住了。那你现在把弟弟换上了，不就？不是，那我女儿她因为那女儿也是啊，工作室，女儿本来是住这里好好的，结果她就不知道为什么跑去外面，本来是工作室在这里好好的，就去外面租了一个工作室，然后现在也都住在工作室。为了方便就住在工作室。所以2个人现在都没有回来住了，因为就厕所这样子没有隐私啊。真的哦，而且就是住不久的意思。住不久。那我儿子现在上来睡楼上的话，不是好好珍惜跟儿子相处。感觉而且快要自立门户了。那不行啊，那这样怎么办？那厕所2个门选一个门保留，另外一个门用木板钉起来，或是用柜子把它封起来，门板拆掉，那么就有去形除煞，也就没有回风的这种空间。那么就是各自的空间独立。为了贪图方便，一间厕所打2道门，让2个房间共用，即构成回风煞。除了人才不聚，也会让人有莫名的不安全感。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将一扇门封死。而接下来来到主卧房，3面环窗的阳光房，床怎么摆、怎么放，都会出现煞气，到底该怎么办呢？哇塞，也太大了吧！哇，好大的，而且 view 又很好哈，看到外面。对啊，这 view 真好。好啊！哟，二姐说可以看到金龙湖，对啊 ，view 好开阔啊！又怎么了？好像不好的感觉。老师你说吧，开始冒冷汗。居家的风水最害怕是后有门，睡眠失眠或是品质比较差，睡眠品质比较差，这是问题1。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很怕睡觉的时候，我们这个私处外露，脚或私处向窗或向门或向客厅，都是一个私处外露的一个可能。这个烂桃花，尤其主卧室更要小心。所以你还开心说你可以看到金龙湖，其实金龙湖也看得到牛。我真的搬来这里，晚上都睡不着哎。是哦，对，没办法睡觉。但是有个问题，3面都是窗。对啊，你叫他床摆哪里？是不能只是说。不是只是说外露啊，这个你要想办法啊。我们也不想外露啊。你以为我们2个都喜欢这样吗？所以要有取舍了哈。第一，最简单的就是把这个百叶窗或窗帘尽量不要开，就不要有一个去形除煞的作用。那么笼边开阔嘛，然后脚前无窗，后无门，其实这样是很好的一个规划设计。我想请问一下，是谁睡在这一边呢？我叫他睡这边，他不要啊，他就应该睡那边啊。那你觉得你的肩膀还好吗？常酸痛啊。你是说这个对不对？我当时有注意过哈。我当时有注意过，但是后来我想说，这是木板嘛，对，真正的梁是在这里，对，所以我就想说啊，那应该。那你不是常肩膀痛吗？对啊，游泳当然肩膀会酸痛啊，但是我想，本来这个床我们是要靠过去，这里就可以躲过。对，不行啊，可是本来是靠在这里啊，可是你知道我每次要睡觉啊，还要爬上去，对，不方便啊，而且这样没有空间。对，其实也 OK 啦。如果说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把床就靠。没有啦，张老师有别的方法吗？如果说有这样外伤或是慢性疾病或疼痛的话，那么干脆就努力爬一下，因为龙开阔，以这个来看的话。龙开阔，龙洞，虎收虎进。后面背着门睡不着。对，而且它是又更靠墙壁，更冰冷。老师不是办法。它背后离门有一段距离。算是有一段距离，100分的做法哈，100分的做法，其实就是说，这里是不是可以延续？这里把它包起来延续有没有哈？床这样放，这里做个通道，不要做门，这是最好的做法。要做一面墙就对了。对，木墙也是100分的做法。木墙像这样子的木墙，对，今天对，其实的小花费都在做墙。那这样这个怎么办？这个不好吗？这个很像一把菜刀，不知道谁介意的，其实不要。这是菜刀哦，很像切豆腐的刀。而且你不觉得这样子反而你就形成一个浪费的空间的走道？这像不像一把切豆腐的刀？你像不像？其实说实在话，如果你觉得浪费的话，就可以把这整块拔下来，拔到这个。哎，也是，可是它上面是空的，一定要连接比较好，连接比较好。
连接。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装雾面玻璃可以吧？上面那层可以啊，只要不透光为原则。确实涂装上是100分的。对啊，你这样子又没有四处外露，然后你也睡得安稳，上面也不会被这个压到。对啊，左右又红圆，然后你还是可以看清房间的财位在哪里啊？那你这边隔完之后有没有哈？你这边隔完之后，你这里是不是有空间对不对哈？这边放个办公桌，安迪哥后有靠，前有远景。无论是菲律宾或泰国或宿务，到处都可以跑，都是远景无限。是一面墙的时候，你就这边就有沙发，或对者你们一点点按摩椅都可以放这里。脚向的大门。哦 no， 这才叫像大门。你没有正前方，对，在这边不要正前方为原则。哦，真的很好哎。哦，头在这边那一间，这间是厕所。厕所距离加个布帘，这是化解掉了。床前有窗，四处外露，最好将床转个180度，床头后面再装个隔板，所有问题皆迎刃而解。而虽然窗户太多会漏财，安迪房间还有马蹄形的财库来弥补。这个会不会又是房中房？像这个就是比较属于一个摸字形的一个爱财位，这才真正的财位。这好赞算哦！房中房吧，这个 size 那么小，而且里面没有放床都不算。里面要真的能睡人的才对，算。改天安迪哥如果放床，那就可能就不适合。不是，明明床不睡1秒还是。刚干母快炒热炒啊，各种这这个也是一个财位。不是绝对的财位啊，保险箱啊。对，宝啦，藏在这里。安迪哥，你有没有就是想在哪一方面更加强？现在目前追求是什么？感觉你就是儿女双对啊，很健康，老婆漂亮。一家意大利面的餐厅。有啊，你在学吗？有。所以我会煮了，他有那个兴趣，在期待那个时机啊，因为现在做事情要真的是步步为营，步步惊心，真的，对，脚事业。所以安迪哥家最多就是要隔起来，对，因为真的家里200多平吧，好大。还有爸，你听说10几年好朋友嘛？看你是要出钱帮忙隔，还是要接店面？表示一下，对呀，表示一下。好，那我们再去看田院。风水疑难杂症困扰你很久了吗？欢迎你在粉丝团分享相关问题，或是到未来官网报名看风水，我们将会为你改善。